嗨everyone，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不要不高兴了，这就是生活。这是让莎莉·塞隆一举封后的女魔头里，她饰演的女连环杀手艾琳。沃尔诺斯说的一句台词绝望而凄凉。艾琳说她没有别的路可以走，除了行凶。艾琳的绝望何尝不是塞隆的？她的生活一度因为各种生命的转折陷入泥潭，不过她终究超越了艾琳，所以才会有了好莱坞的维纳斯。他很不喜欢人们说他是传奇，有记者采访他的过往，暗示是不是他的成就跟某些有关。他也只是说不要拿他本人和扮演的角色来玩连连看，但是他的人生的的确确跌宕起伏。母亲扣动扳机，他亲眼看见父亲倒在血泊中。1975年出生于南非小镇的塞隆是一个混血儿，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德国人，父母经营一家公司，小日子过得吃喝不愁。美中不足的是，他父亲太依赖酒精，一喝醉了就会家暴妻女。1991年6月份的一个夜晚，又是父亲喝醉的一晚。他冲躲在塞隆卧室的母女吼着要射杀他们，而且真的扣动了扳机。但是穿门而过，没有打中塞隆和妈妈。父亲并不罢手，转身返回自己的卧室去拿另一把武器，然而竟真的拔枪朝女儿的卧室门射了过来。看着疯狂的丈夫，戈尔达愤怒异常，枪声压垮了他心中最后一根稻草。母亲没有给父亲伤害他们的第二次机会，他追出去扣动了扳机。当塞隆走进父母卧室的时候，母亲正蜷缩在角落痛哭，而父亲则躺在血泊中，已经气绝身亡。最后法官认定这一枪属于正当防卫，戈尔达没有错。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真正发生的事情，因为你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你总认为他们会发生在别人身上。想起那个可怕的夜晚，塞隆依旧心有余悸，但我知道如果我女儿处于同样的情况，我会做同样的事情。那时候的塞隆是一个戴着厚眼镜的姑娘，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向往爱情与友情，却从来不敢主动争取，自卑且胆怯。她曾很努力地想要交更多的朋友，与大家打成一团，却因性格与外貌一直被排挤在外，长期遭受着学校的冷暴力。塞隆的生活乃至以后对人生的态度，都在15岁的这个夜晚悄悄改变。1998年，美国媒体爆出了好莱坞演员塞隆的爆炸新闻。他的母亲出于自卫射杀虐待狂亲夫，甚至有传言说塞隆给母亲做了伪证，所以才会被免于起诉。那时的塞隆已经凭借比模特还要凹凸有致的身材和堪比雕像还要精致的脸庞，在影视圈混了3年了。虽然没有大红，但也算是风生水起，片约不断。当他第一次在好莱坞引起注意时，面对记者的访问，他谎称父亲是在车祸中去世的。现在家庭悲剧被揭开，塞隆闭口不愿谈起痛苦被晒在大庭广众之下是有多崩溃，可想而知。他的痛苦其实一直如影随形，不然他也不会沉迷于酒精和麻醉。朋友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派对狂人，而且坊间也一直传闻他吸食有害物品。在派对上，他不再是那个举止得体、彬彬有礼的女孩，而是能把一桌子男人喝趴下的女人。2002年，塞隆在好莱坞穿着比基尼吸食有害物品的照片被拍到。一个被掏空的青苹果，冒着浓烟，戴着墨镜的塞隆大口吸食，威吓狂笑的标准动作已经出卖了一切，但这挡不住他从花瓶逆袭成影后。从小就学芭蕾的塞隆，其实梦想是做一个芭蕾舞演员。15岁之后，他跟着母亲远走欧洲，在米兰当模特。虽然后来考入了巴黎学校，但是一次出演，他的膝盖受了伤，只能离开舞台。看似陷入绝境，其实却是一个真正属于他的机会的来临。他听从母亲的建议，去洛杉矶闯荡影视圈。一次歇斯底里的尖叫换来了10来运转。初到洛杉矶，每天要面对的是催死人的房租，但是他手里只有一张母亲给的支票，银行的人却告诉他，没有在银行开户的人不能兑现支票。他被生活压榨而积攒的怒气在顷刻间迸发而出，对着银行职员破口大骂，尖叫声几乎要戳破屋顶。喧闹的银行大厅瞬间鸦雀无声，暴怒的他把一个人给吸引了，这个人成了他的经纪人。那一年他18岁，8个月之后就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芝加哥打鬼3》，
之后的他一发不可收拾，甚至从不介意裸戏，每一部的角色美则美矣，却仅仅是美艳而已。外表惊艳的他被别人当成了花瓶，10年时间没有一个奖项是对他演技的肯定。当然，好莱坞毕竟是娱乐圈，在权势和名气之下，也有许多见不得光的肮脏之处。对女演员的潜规则更是司空见惯。许多女孩为了成名，不惜与导演、制片人进行交易，洁身自好的人很难在那样的环境下出头。赛隆习惯了靠自己生活，对这种歪风邪气自然嗤之以鼻。有一次，一个执行导演不无得意地指着更衣室的沙发，想对赛隆进行潜规则。原来一些好莱坞的导演猖狂到可以直接要求来试镜的女孩与他发生关系，地点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更衣室沙发上，如果对方不同意，就休想得到参演机会。听完这样的故事，赛隆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竟然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应邀前往一个著名大导演家里试镜，然而一进门他就察觉到气氛诡异，导演家里空荡荡，而且他完全没有平日里西装革履的形象。一见面他便牵住赛隆的手，将他往卧室里带。此时赛隆还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导演比较热情，可后来发生的事让他瞠目结舌。进入卧室后，导演竟然直接脱掉了上身的睡衣，并且要求赛隆躺在床上。这下子他终于明白了导演邀请他到家里试镜的意图，于是他明确表达了对潜规则的反感，但这名导演却没有让他走的意思，甚至非常强硬地对他动手动脚。最终脾气暴躁的赛隆一脚向他踢去，飞奔似的逃了出去。如此一来，赛隆自然失去了那次出演的机会。随后他先是报了警，但警察以证据不足为由，完全没有给他立案调查。好莱坞从来都不缺美丽的，愿意利用潜规则上位的女人，当时光褪去，能留下的除了作品再无其他。于是2004年，他跟总是让他搔首弄姿的经纪人一别两宽，接拍了女魔头。他不需要顾及什么形象，1个星期不洗澡，在日光下暴晒皮肤，戴一口黄假牙，还狠心剃掉眉毛，暴食增胖30磅。这一切就为了能够无限贴近那个连环女杀手的角色。赛隆无异于自杀的绝地反击。他为了迎来如潮的好评，获得金球奖影后，折桂柏林之后，他又拿下了奥斯卡小金人。这一年他29岁，臃肿的丑陋女人一战成名后，大众称其为赛皇。奥斯卡的颁奖典礼，赛隆走上了梦寐以求的领奖台，繁华红毯，千人欢呼。他红着眼眶，用一段话结束了他的致辞：我还想感谢我的妈妈，你为我付出了所有，让我可以安定下来追求我的梦想。我对女的爱无法用言语表述。戈尔达坐在台下看着女儿喜极而泣。从此之后，赛隆在自毁形象的路上一发不可收拾，绝不让部里脏兮兮却意志坚定的女矿工差点再次把他送上影后的位子。本色出演青少年疯狂的麦克斯4里，他又狠狠自虐一把，剪掉标志性金发，再次剃掉眉毛，几个月不洗澡，他要的就是这种脏兮兮油腻不需化妆的感觉。生动细腻的表演和永不服输的精神，把他一步步推上了神坛。奢侈品牌迪奥几十年如一日坚持请他作为代言人，广告里的他在聚光灯下仿佛天界遗落的玫瑰，一个背影冷艳夺目又吸睛无比。赛隆的身价也一路飙升，杀入富豪榜，直逼2亿美元。而在幕后，他步入了公益事业，成立了自己的非洲拓展基金，用自己的知名度让更多人了解他的祖国，甚至让南非总统曼德拉这般评价：他是一个真正让南非成为地图上名字的人。在演戏上过足瘾的赛隆，感情上却低调的不行。2001年，他跟斯图尔特·汤森德在合拍影片时相识，2004年再度合作。既然这么有缘，就顺便发展一下恋情。3年后，赛隆等来了斯图尔特的求婚，只是这段感情在2009年的圣诞节之后结束。好莱坞坏小子西恩潘能够获得女神的青睐，着实让人想不到。2004年，赛隆成了奥斯卡影后，西恩潘则是影帝。2014年，两人相恋，这交集伏笔埋得也太深了。
跟西恩潘演技一样出名的是他的暴躁脾气，但是在赛龙面前，54岁的潘叔却服服帖帖的像是个小跟班。当人们觉得39岁的赛龙实在是踩在了牛粪上时，他早已接受了求婚，只是这段感情来得快，走得也快。2014年7月，赛龙还在张罗年底完婚，2015年6月却爆出分手。现在长居南非的赛龙独身一人，带着2个养子，低调的生活。对于婚姻，他不再期待，在他看来，结婚不能保证让爱情保鲜，不结婚的爱情想要保鲜也不是易事。如今47岁的赛龙依旧美得摄入人心，当年那个躲在卧室里瑟瑟发抖的女孩，涅槃成为了如今的赛皇。对他来说，心中的疤痕再难恢复，但他最终选择同自己和解，把回忆封存，逆流而上，登上人生的顶峰。那晚的伤疤就像是纹身一样，这是我的一部分，但它不会统治我的生活。整整30年，走出半生，赛龙终于把一手烂牌打成了王炸。看来这位容貌非凡、生于艰难之地的女神，从来没有做过白日梦，在影片中收割无数男神，以及赚足了荧幕前无数男人的眼球，这就够了。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点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